大家好，我是元宝，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款菜篮子休闲包包的这个教程。它这个包带的话也是勾的，然后是一个单肩的这个斜挎包，单肩背包就是单肩背包哈。这个是菜篮子包包，里面装的东西很多，像手机、钱包啊、雨伞，然后 A4 纸张的这个大小，像你放平板应该也是可以放进去的哈。这个是店铺里面最大款的这个容量的包包了。然后我们用的这个线的话呢，是这么一大团的哈。我们塞2团进去的话呢，还可以放很多的东西，内层是相当的大。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它这个尺寸。尺寸的话，元宝是从这里到这个位置量的话是35厘米。从这个位置到包底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把它放平的包底这个位置是30厘米。好，这个是元宝量的这个尺寸。然后现在我们开始介绍一下用的线。用的线的话，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扁平线，一共大概用4团，用4团就可以哈。然后还会用到这个弹簧圈，弹簧圈是这种的小号的，这个用来做包带这个口扣的这个位置，4个弹簧圈。然后钩针的话呢，是用的5.0毫米的钩针就可以了。那么咱们现在来学习编织吧。我们直接拿出这条线，我们直接把这里面的这个线圈给它抽过来就可以了，或者大家直接把这个包装撕开也是可以的哈。像我们这一款颜色的话呢，底部就是用这个颜色去勾的。那么咱们拿出线来之后呢，现在开始学习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是给它打活结，绕一圈在手上，这样子我们3个食指并齐，就是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3个手指并齐，这样子绕一圈绕过来。然后大拇指和中指，我们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捏住这个结，交叉的这个结就是交叉点。然后我们手上小拇指上绕一圈，这样子直接往小拇指上搭一圈绕过来，然后在食指和中指中间往食指上面绕过来，大拇指和中指我们这样子拿，就本来是这样子，我们换一边，这样子转过来，然后用这个大拇指和中指捏住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直接用钩针钩。用钩针的方法的话呢，我们就是直接这样子拿，也可以这样子拿，跟个人喜欢。不过我们钩这一款线的话，我建议大家这样子拿会比较钩的轻松一点啊，这样子的话会比较费力一点。那么我们把钩针穿进去之后呢，钩针绕一圈线，就是绕我们左手上面的这根线绕一圈，把这根线放到钩针的下方，勾过来。好，勾过来之后呢，我们这个线圈在钩针的这里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起针。起针之后，我们要钩3个辫子针。首先勾线勾出来一个辫子针，看我们的这个辫子针的话是一个这样子 V 字形的这个，我们起3个，现在起了1个。好，勾线出来2个，再勾线出来3个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一共3个辫子针，1、2、3。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第3个辫子针，也就是这一针位置穿进去，下方的这个 V 字形的这个辫子针，就这个针目哈，给它扣上一个胶扣。就我这个缝合针穿到这个针目，给它扣上胶扣就可以了。用这个胶扣给它扣在这个位置。看我们这边扣住的是2根线，1根、2根，
就可以。那么这边的话呢，就只有这一根线是没有扣上的哈，这里扣上是这2根线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直接在这个大圈圈里面勾15个长针。让我们来学习一下长针的钩法。钩针，绕线，把这个线圈绕到钩针的上方，然后呢，穿到这个大的孔里面，这个大的这里穿进去，勾线出来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我们看一下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我们绕线，钩针绕1次线，勾过前面2个线圈，然后呢，钩针再绕1次线，勾过最后2个线圈。这个是我们的长针的钩法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按照同样的钩法，一直勾15个长针，穿进去，勾线出来。好，勾过前面2个线圈，再绕线，勾过最后2个线圈，这就是我们的长针的钩法。好，我们继续绕线，穿进去到大的洞眼里头勾过前面2个线圈，再勾过最后2个线圈。3针长针了，穿进去，勾线出来，勾过前面2个线圈，再绕线，勾过最后2个线圈。好，非常简单，一直重复这样的钩法，勾。好，看一下我们数针数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V 字形的这个编织针，看一下，一个 V 字形的这个编织针就是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。钩针上面的这个线圈是不算针目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只勾了1、2、3、4、5、6个长针。接下来勾7个长针，8个长针，9个长针，10个长针。好，我们可以这样子给它挪过来。这线圈小了的话，我们可以这样子给它挪过来。看一下，我们来数一下，一共钩了多少针呢？好像我们如果这个胶扣找不到的话呢，我们直接在这个之前这里有一个这个洞，就是我们刚刚标胶扣的这个地方。有时候勾着勾着我们会这个胶扣给它弹下来，所以我们重新找的话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扣住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洞，就拿出来看看这个洞，直接给它扣回去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来数一下，一共钩了多少针。好，继续一个编织针这样子，形状的是1针、2针、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、7针、8针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加上我们起编织针的话呢，就一共16针钩好之后呢，那么我们把这线圈给它抽紧，用力的给它抽，先把这个线圈拉大，然后我们给它抽过来，用力给它抽紧，把这个中间的孔给它抽到最小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线头到时候我们钩第2圈的时候，给它边钩边长进去。
把这个钩针的话呢套回去，这个线圈拉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直接找到交扣的这一针，钩一个引拔针，这个线圈拖过这个线圈。好，引拔针钩好之后呢，我们直接绕线，钩长针，在哪个位置钩呢？在我们交扣的后面这一个长针辫子针里头，这里好穿2根线，从这个位置穿2根线，穿到对面这个位置，直接绕线，穿这个洞眼，穿过去啊，调2根线，勾线出来，我们勾过前面2线圈，再绕线勾过最后2个线圈。我把交扣取下来，标注在这个位置，是我们的第1针的位置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第3个辫针，1、2、3。辫子针我们之前齐针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，非常简单啊。1、2、3， 3个 V 字形辫针。然后呢，钩完3个辫针之后呢，我们继续穿到这个同一个洞眼里头，钩这个长针的这个洞眼里头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同一个洞眼里头穿入，穿进去，勾线出来，也是一样的钩长针，勾过前面2线圈，再勾过来，然后呢再绕线，再从这个洞眼里头再给它勾一个长针。好，我们现在的话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勾了一个长针，3个辫子针，然后再2个长针，就在同一个洞眼里头呢，勾了一个长针，3个辫子针，再2个长针。接下来这个洞眼我们不勾了，直接穿到下一个洞眼。穿的话呢，是穿我们这个洞洞的这个位置哈，就是我们这个 V 字形下方的这个洞洞的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继续绕线，穿入，勾线出来，勾一个长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穿入下一个洞眼，这里勾好之后，我们穿入下一个洞眼，绕线，穿入下一个洞眼，勾线出来，勾出第2个长针，然后继续这里勾好之后，我们穿入下一个洞眼，穿入，勾线出来，勾了3个长针之后呢，我们又要重复勾这个角。好，在下一个位置先勾2个长针出来。1个长针，然后再从这个洞眼里头穿进去，再从这个洞眼里头同一个洞眼里头穿进去，勾线出来，勾出2针来。勾出2针之后呢，我们第3个辫针，1、2、3，然后再从同一个洞眼里头，好，再勾2个长针，1个，再穿进去。再勾出1个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之前的这里勾好之后，我们是勾了3个长针，1针目出来1针之后呢，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里头呢，这个针目里头我们是勾了2个长针，3个辫子针，再2个长针，然后这个角勾好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勾3个单个的长针。这里1针长针，这里1针长针，我们继续绕线，穿入，勾线出来，1针，继续下1针，穿入，勾线出来，2针，继续下1针穿入，勾线出来，3针。好，3个之后呢，我们又开始勾这个角，这个角的话是2个长针，3个辫子针。然后再2个长针，绕线穿入，1个长针，2个长针，2个长针勾好之后，3个辫子针，3个辫子针勾好之后，再穿入同一个洞眼里头呢，
再勾2个长针，同一个动眼里头再勾2个长针。好，我看一下，现在是在这个动眼里头勾了2个长针，3个变针，再2个长针，这个一个角也就勾好了。好，继续穿入，我们勾3个不加不减的长针，就是1针里头对应1针。好，继续，然后在下一个位置，这个位置里头，再继续勾2个长针。然后呢，3个变针，再穿入这个动眼里头，再回勾1个长针，2个长针。好，现在我们的这个4个角就已经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继续勾3个长针。现在到了最后这里，我们怎么勾呢？这里1针，这里1针，然后这个为变指针，还有1针。好，我们给它勾好3个就可以了。绕线，穿进，勾线出来，长针，绕线，勾长针。好，继续在最后一个是在这个位置里头勾哈，这个位置勾1个长针。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勾呢？因为我们这个4个角的花样都是2个长针，3个辫子针，再2个长针。那么我们开头的话呢，它是只勾了3个，看到没有？1、2、3。那么我们最后1针呢，还是要在同一个位置给它补齐就可以了。绕线，在最后之前这个动眼里头勾出3针的这个动眼里头穿进去，勾线出来。好，我们补1个长针，补1个长针之后呢，我们在我们之前这个长针扣交扣的地方是在这个位置哈，我们扣交扣的地方是在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在它的这个上1针的这个第1个辫指针里头这样子挑，从这里挑也是穿2根线，给它勾1个引拔针就可以了。我们把交扣取下来，穿入在这个位置，勾线出来，勾过来，勾1个引拔针。好，第2圈的勾法我们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3圈。好，我们每圈都是角的话都是一样的哈，都是2个长针，3个变针，再2个长针，就是我们开头的这个角是不一样的。开头这个角我们是先勾了1针长针，然后你3个辫指针，先勾了1个长针，3个变针，然后再穿入，再勾2个辫指针。这只有开头的角是不一样的，其他的角都是2个长针，3个辫指针，再2个长针。这边的少的这1针呢，我们每次勾完最后的话都是要给它补1针的。所以呢，角的这个方法的话，从我们的第2圈开始的位置，从我们第2圈开始都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勾的。就是我们第1圈是开口的这个角是不一样的，其他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之后勾的这个包包的规律的话呢，角的位置就是它这个位置一直都是不变的，一直都是2个长针，3个辫指针，再2个长针这样子去勾的啊，一直都是一样的勾法。那么变的话呢，是变我们中间的这个针数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不讲解了，这个都是一样的勾法。接下来我们讲解的是中间重要的这一块。
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是要勾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长针，一共要勾7个长针，绕线。之前是勾了3个长针的哈，现在我们第3圈勾完角的位置呢，我们要勾7个长针。好，4个角都是一样的7个长针。那么我们直接给它勾好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先来数一下，从这一针开始数起。这里我们是不数的哈，这里不是，就从我们这边对应上面的这个编织针，从这个针目对应上面的这个编织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长针勾好之后，我们又开始勾这个角的这个，直接在这个大的孔里面勾2个长针。然后呢，3个编织针，1、2、3，再穿入这个洞眼里头，再勾2个长针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这里到这个位置是一共7个长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每圈都是一样的哈。我们来看一下第3圈的勾法。勾完7个长针，又到这个角，这个角的话还是2个长针，3个编织针，再2个长针。勾完之后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勾完7针之后呢，又到了这个角的地方，2个长针，3个编织针，再2个长针。勾完之后呢，好，从这个位置开始勾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那么第7针我们勾在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这一圈的话就结束了，咱们按照这样的方法去给它钩织。除了角，这个对着这个角的这个孔里是2个长针，3个编织针，再2个长针，其余的话这个位置是7个长针。然后我这里已经把第3圈勾到最后了，咱们来数一下，最后的话也是7针了。大家新手的姐妹建议每圈都要数一下针目，避免是勾错了哈，尤其是最后这个位置。好，这里的这个出来的这个针目是2个长针，3个编织针，再2个长针，这里不用数，从这一针开始数哈，这一针对应上面的这一针开始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我们第7针勾到这个位置。然后最后的这个组合里头呢，我们要给它在这个洞眼里头补1针出来，要现在直接穿入这个大孔里面补1针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引拔的位置呢，跟我们之前一样，这里是勾的1个长针，这个我们在它长针上面这个编织针调2根线，勾1个引拔针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的话，针绕线在这个大的洞眼里头，同样的方法给它勾出来1个长针，3个编织针，然后再2个长针。勾好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这里的话变成了11针，我们可以数一下，从这里开始勾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勾到11针之后，我们再勾这个角的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继续把钩针穿回去，继续的给它勾11个长针。这一圈我们就是从上一圈的7针，我们变成了11针长针。规律
的话都是一样的哈。我们钩完了这一边的话呢，那么剩下的3边都是一样的钩法，都是11针长针。那么角的这4个角的位置呢，都是2个长针，然后3个锁针，再2个长针不变的钩。好，这个角钩好之后呢，剩下的这3条边，咱们也是一样的钩，这2条边是对应的哈，就是我们这一条边还是要给大家着重讲解一下。从这个位置开始钩的话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那么第11针是穿这个编织针，好，穿进去，钩的第11针，然后最后再补1针，跟我们之前前2圈方法是一样的，最后再补1针长针，然后找到这里这一针开始钩一个引拔针。好，规律都是一样的，你们去给它完成一下。这是第5圈，第5圈咱们钩法有点不一样了。我们先钩角的位置还是不变的，1个长针，3个辫子针，再2个长针。就只有这个角的位置不一样哈。现在我们从第5圈开始的话，中间这个位置一直都会在变化，但是我们规律其实都是挺简单的，规律是比较简单一点。好，我们先钩7个长针，绕线穿进去，钩线穿，先钩7个长针出来，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、7针。我们看一下，2、4、6、2、4、6、7，一共7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接下来我们空1针，空这一针不钩，绕线，再下一针钩1个长针。1针，接下来就全部钩长针，也是7针对应的，2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这边的话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然后空了1针不钩，接下来又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就是我们第5圈的这个规律了哈。接下来对角不变，我们2个长针，3个辫子针，再2个长针。好，从我们第5圈开始，中间这个针目有变化。继续，这边的规律是一样的，那么我们其他3个角的规律也是一样的哈。我们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钩7个长针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。7个钩好之后呢，
空一针不勾，在下一针直接绕线勾长针。好，这是第一针，现在勾出第二针，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最后一个7个。好，我们第5圈的话呢，就按照这样的勾法去，中间7个长针空一针，再7个长针，一直勾到最后。最后的规律也是不变的哈。我们最后一针呢是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空这一针，然后又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记得我们在这个位置是勾上最后一针，然后呢，再给它补一针长针。